哎呀，这床坐久了之后啊，你就会发现啊，这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。昨晚呢，有一个姑娘跟我联系啊，说自己被男方给耍了啊，到嘴的王八给跑了，到底是追还是不追？这姑娘是88年的，本科学历，国企工作，年薪在10万左右。因为工作比较忙，再加上自己啊只找优质男，就把自己的这个年龄啊给拖大了。上半年家里亲戚给介绍了一位优质男啊，这个87年的硕士，年薪在20左右。两人见面啊，那是相见恨晚，认识半个多月啊，就火速确认了恋爱关系。随着感情的发展呀，这订婚仪式啊，他就提上了日程嘛。国庆期间呢，见了双方的父母啊，见完面啊，那家里人都闲不住了，就开始各种催婚。这个上周啊，男士啊也主动问了这个女方，结婚彩礼你要多少？这姑娘当时啊也没有给个明确的信儿，有些害羞啊，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。这第二天啊，她给男士回复说彩礼20万，女方的理由是啊，这一啊老家的风俗基本都是10到20万。哪个地方我就不说了啊，反正啊我了解的是没有那么高。其次啊，这男方的条件啊本身他也不错，真心过日子啊，这彩礼给1年的工资啊他也不为过，就定了20万。男方听完啊，觉得自己啊他不能接受这么高的彩礼，他也有理由，一是自己老家的这个风俗啊在3万到8万，二是自己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啊，都去买房和装修了。最后啊，跟这个姑娘表态说啊，自己愿意给10万的彩礼，女方呢也不需要啊给任何嫁妆。这要求呢被女方呀给拒绝了。她觉得呀，男士在彩礼上面啊讨价还价，是吧？那你肯定啊不是真心想要结婚的。就这样，双方僵持不下。最终啊，男士妥协，说我可以给出20万的彩礼，但是啊，需要女方啊签一份赡养协议。内容啊，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，如下。这个第一呢，是男方是独生子，父母都是农村的，也没有退休金啊。男方希望在父母60岁之后啊，每月从家庭共有的收入当中支出800元给2位老人作为生活费。这第二呢，就是从家庭收入当中啊，这男方要给父母啊购买这个医疗保险，每年啊大约在5000左右。这第三啊，就是每2年春节啊必须回男方的老家一次啊，给父母啊2000元的节日补贴。第四是父母晚年只剩1人的时候啊，要接到家里来共同居住，以尽孝道。还有一个是，如果2个人呢在5年之内离婚啊，彩礼需要退还50%作为补偿男方父母的养老基金。这姑娘听完呢就炸开了锅呀，说什么也不同意啊，认为男方啊这是明显的在向自己用手段来欺诈她。按照这协议啊，1年杂七杂八的，那就要给出将近2万，这样算下来，男方呢10年就回本了，我还免费给男方当了10年的保姆，又出力又生孩子的，而且如果5年之内离婚，我还要退回10万过去，这不是做梦吗？男方就解释说呀，这个协议啊本来就是啊子女应该履行的义务，况且是婚后共有财产，以自己的实力啊，这钱啊基本都是自己来出的。离婚那条啊，并不是想要多少回来钱啊，只是希望女方能够好好跟自己过日子而已。就这样，两人呢是互不退让啊，关系就僵在那里，冷战了有将近1个多周啊。前天下午啊，男士突然就发信息说啊，两人不合适，不想耽误了这姑娘，提出了分手。这姑娘一看呀，啊，立马慌了神呢，急得跟这个男士解释说呀，啊，自己想通了，可以接受协议。男士却回复说呀，不是协议的事情，而是自己啊确实没有能力啊给这20万的彩礼，不想为此啊耽误了这姑娘的大好前程。于是这个姑娘呀就跟我控诉啊，这个男士啊是多么的有心机啊，从一开始啊就没有想过要给彩礼，协议啊只不过就是分手的理由而已。说着说着呀，这姑娘就开始啊哭啊，自己这么大年龄了啊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合适的优质男啊，不想就这么错过了。说如果20万的彩礼男方觉得多呀，他自己啊是甘愿啊降到10万。但是啊，在他自降身价之后啊，跟男方联系啊，依然是被拒绝了。男士啊说什么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。这姑娘是越想越后悔啊，她就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那我就跟他讲啊，我说前些日子我去市场卖王八啊，有人看上了，觉得我这王八哎呀品质特别好，问我多少钱，我说20万。那个人说我疯了吧，别人都卖200，你竟然卖20万。我说这样吧，我自降身价啊10万卖你了。那个人他不买啊，觉得太亏了，还骂我太贪心啊。我一听我就不愿意了呀，明明我都给你便宜一半了，怎么你还挑3拣4了？你看道理是不是都一样啊？买卖不成啊，无非就是价格不公啊，有人觉得亏了。那至于哪方亏了，大家来给说道说道。相亲这个圈子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那是常态。
有一个男孩子给我打电话，哎，老师我不活了呀啊！我用我那赤诚的真心追了相亲女1年了，结果人家结婚了，相亲对象不是我呀，嘿嘿。生活那些事啊，从来不按照剧本走，你想不到的多了去了。哎呀，大家伙都问我干啥去了，我去旅游了，做这行业高危呀，我再不旅游，我血压都绷不住了。有一个男士95年的，算是小中产，条件不错，1线城市是有车有房。哎呀，相亲认识了一位98年的姑娘，长得那是条好颜好啊，从条件上来看呢是远不如这个男士的，但奈何呀，人这男士见了第一眼热血澎湃，十分喜欢。男士是个老实人啊，就知道喜欢对方就应该真心的对这姑娘好就可以了。话说呀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一追啊就是大半年。男士是花呀月月送，饭是周周请，不定时的搞点小惊喜，送点小礼物啥的。但凡这姑娘有个屁大点的不舒服，哎呀，这男士立马驱车送医院呀。哎呀，就怕去的晚了，人在康复了。就这么细心呵护了好几个月啊，男士终于鼓起勇气，自信满满，问这姑娘：“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”哎呀，人姑娘说呀：“你人太老实了，总是对我嘘寒问暖，我不喜欢你这个类型的，我喜欢情商高的。”哎呀，这给男士给打击的啊，想着我的条件很好啊，有车有房还有商铺，为啥就不喜欢自己呢？于是呀，加大力度，开始亲自做饭，装盒饭里，每天去给这姑娘送去。哎呀，人家呢是坚决不要他来，他就中午订外卖，晚上订专车，想要的都满足。哎呀，一般人呢早就被感动毁了吧，但这姑娘呀却总是不冷不热的态度，发信息呢也回复，但就是不主动。哎呀，约他也出来，一表白就说俩人不合适。你说你不合适吧啊？男士请你吃饭你还出来，送礼物你还照收，就是一副养鱼却不想喂鱼的样子。上个周两人认识了1年了，这男士原本想整个认识1周年纪念日，哎，给个惊喜再表白啊，还没等过呀，他又在这朋友圈里刷到了这个姑娘订婚的照片，那配文呢很感动啊，感谢一路相伴呀，正式官宣以后人生就有你了。搁谁不生气啊？那蹦高的给这姑娘不停打电话呀，哎，人姑娘直接不接，发各种信息给他嘛，开始是不回，后面直接给拉黑了。哎呀，气的这男士第二天就去单位找他去了。这姑娘见没躲过去直接就跟他说了，我不喜欢你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你自愿追我跟我没关系，那我订婚这事儿也跟你没关系。男士听了就反问拒绝我为什么还要收我的礼物？哎，人家姑娘就说呀，做朋友是可以收的吧。好了，那男士回家痛哭流涕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不喜欢可以拒绝的彻底，非要给点希望，搞得跟欲擒故纵一样，打击来的太突然了。哎呀，就问我怎么办，我咋办？哎呀，默哀1分钟吧，祭奠那没盛开的爱情。有的人相亲还真的一遇到喜欢的就去追，各种好的去付出他认为时间长了对方一定会因为他的好喜欢他。造成这个局面的关键，你要看你的真心值不值得，能不能满足对方的需求换句话来说，你要看你自己付出的好是不是对方喜欢的。有的妹子喜欢帅哥，你虽然有钱，但是你不帅她就是不想搭理你。有的妹子喜欢强壮的，你虽然长得帅，但你瘦的跟个鸡崽子似的，她也不想搭理你。有的妹子她就喜欢有钱的，你对她再好性格再稳重，没钱她也不想搭理你。感情这个事情爱是不一定能换回来爱的，你的爱再好，像金子一样好，对不起，人家就不需要，他又不喜欢。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简单的，但有些人他就是听不懂。人呢都有执念，他越想得到这个东西他就拼了命的去提供他能提供的价值。那对方呢，你给他好处，他就陪你玩一玩，他越玩越轻松，你越玩越深，到最后你什么都提供不出来了，哎，他拍拍屁股走了，你天塌了。我反反复复的跟你们强调很多遍，爱情永远都是选择大于努力，方向反了就很容易引火自焚的。武大郎咋玩死的？警钟长鸣兄弟们。再遇到这种情感问题你要想不明白哎呀，不怕我怼你就来找我，当然我也有时候很温柔。哎呀，上午办了场相亲会那给我火呲呲的，牙花子疼。参加相亲会的都是一些22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，一眼望去，哎呀，那女孩子长得一个个漂亮，男孩子也很帅咱就不看条件，你目测看去那就感觉很多人都很登对儿。相亲开始大家各报家门，好家伙，80%以上的女孩子都是28岁以上，学历本科事业单位或者国企央企的，而80%的男孩子都是25到28岁左右的，学历大专私企居多，房子也基本都是有贷款的。这就导致这80%的姑娘她压根看不上这80%的男人，理由就是对方工作差，房子有贷款，学历低等等。反正你就干着急，你就瞅着那80%的女人都在盯着那20%学历好、有车有房、工作有能力的男人，而人家这20%的优质男人又瞧不上这80%的普通女人，嫌他们年龄大没眼缘。这就导致这些姑娘来了相亲会一圈一看，哎呀，全是普通男人瞧不上那为数不多的优质男人又瞧不上她呀，溜达溜达就回去了。
回去跟那闺蜜说，哎呀，那全场那么多男人，没一个合适我的。然后逛了一圈的男人呢，也回去跟兄弟们说了，现在这女人一个个啊又挑又拣的，我又没被看上啊。咱就说现在为什么光棍越来越多，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找对象，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。先告诉你们一个结果啊，就是不论你怎么挑，这个市场上面99%的普通人都会嫁或者是娶99%的普通人。也就是说，不论你多么想嫁给高富帅，或者你多么想娶那白富美，最后都会是做梦一场，你都会迫于现实，娶的和嫁的一定都是普通人的。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们啊，没有人会符合你所有的择偶要求。当然，如果有符合的，一定要看你自己配不配。2023年7月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中国统计年鉴2023》，这其中啊，单身女性人口数量占比在1.06亿，男性单身人口数量占比在1.59亿。这男人比女人多那么多呀，有些人就想着，哎呀，自己很好嫁嘛。可这些单身女性当中，近半数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大龄剩女，主要集中在1、2线发达城市。而单身男性当中，大半数都是在偏远农村的，没车没房，经济条件很差。你让大龄剩女去嫁他们，那是宁死不屈啊！在婚恋市场能剩下那是有原因的，男人在这个市场上面剩下来，大部分都是因为经济原因，其次呢有明显的短板、长相、身材等等，这些都是无解的。他们一般都会在1线城市啊，趁着年轻啊出去打工赚钱，赚到钱回到老家买房结婚啊。那城里的姑娘压根儿就看不上的，农村的姑娘还一门心思啊，我想要嫁给城里去。这就导致农村的光棍是越来越多，而女人剩下大多数都是因为观念和性格问题，就是太挑了呀。女人想留在大城市，成本其实很低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嫁人。而男人想留在大城市，就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，你要买车买房的，不然会被这些女人瞧不起。最后导致男人没办法，都各自回老家了。而一些女人呢，还是异想天开的留在大城市里面，幻想着嫁给那些有车有房、条件又很好的优质男人们。这些女人如果在35岁之前啊，那自己想通了，稍微降低择偶要求啊，还是能嫁得出去的。如果想不通啊，还是不愿意，35岁以后就会步入二婚男的市场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要找条件很好的二婚男。所以啊，你想让剩女嫁给剩男，那死了都不同意的。外加资本对女人的捧杀、毒鸡汤的灌输，霸道总裁都爱上离异带娃了，导致一些女人们对现实往往存在极大的误判，就像他们认为啊，有房的男人很普遍，以为男人月薪过万都很正常一样。他们认为女人只要想嫁得好就可以很好嫁，有车有房有颜的都是标配，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躺平，我找不到我自己过嘛。结婚率迟迟上不去，那是有本质原因的。我不说剩女啊，100%都是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物质啊而剩下，但至少90%以上都是越剩下他就越执着，他们就越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配不上有钱男人的，那认错回头的成本也越来越高，最终呢就导致很多剩女在30、40岁依然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中，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去怀念老一辈的爱情啊？因为它纯粹啊，那个时候牵了手就是一辈子，现在你上了床都不一定有结果啊，越想越可悲，对吧？伙计们，散会。